风水术形成于秦汉时期，在这个时期内，大规模的宫室营建为风水术的形成创造了物质前提。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孟喜、经房等人的易学理论，为风水以及一切术数提供了理论与方法。特别是东汉神学思潮，使得建筑中各种禁忌与迷信越发盛行，如起宅盖房必择日，太岁头上不能动土，已成为阳宅建筑中必须遵循的重要规则。秦代有了地脉观念，秦统一后派蒙恬修长城、开驰道。秦始皇死后，赵高矫诏逼令蒙恬自杀。当时民间传说蒙恬之死是因为他掘地脉所致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。田为名将，不以此时强健振百姓之急，养老存孤，务修种树之和，而阿谀兴功，此其兄弟欲诛，不亦宜乎？何乃罪地脉哉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不仅承袭了以往的土仪观念，而且更加具体，同时开始有了气的观念，这也包括王气观念。《晋书·元帝纪》谈到南京地理时说，秦始皇时，望气者说500年后金陵有天子气，故始皇东游以压之，改其地曰秣陵，堑北山以绝其势。根据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，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，秦始皇听术数说山上有王气，便派了一批死囚去挖山，囚徒们受不了劳苦，一哄而散。秦代营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，有阳宅阿房宫，又有阴宅始皇陵。阿房宫占地近300里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，以南山为宫门，以樊川做池子。阿房宫前殿可以坐近万人。始皇陵动用70万民夫，挖空了骊山，穿透了3重熙壤，规模之大，可谓空前绝后。这2大工程的实施，说明秦代乡地水平是相当高的。这一时期，阴宅风水理论也在渐渐形成。例如韩信年轻时，母亲死后就选择高出宽敞地葬母，后来他功成名就，封为楚王。秦末还有个李仲祥的故事，他3次梦见有人告诉他，藏地的山形如同川字，会战死。李仲祥不信，判处在敌道战死。汉武帝时，司马迁不相信风水，他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退九夷，呼吁沉香，北涉问字，走遍了名山大川。他在《史记》中不讲风水，
但是汉武帝时有了堪舆家。史记记载，汉武帝聚会战家，问某人可取否？堪舆家说不可。这时的堪舆家不是风水师，而是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的占卜之士。东汉民风很重视丧葬，这必然导致风水观念的发生。王充的《论衡》中就详细叙述了葬礼的忌讳。当时有个故事可以说明对风水的重视。东汉末年，江东豪强孙坚四处寻访墓地埋葬父亲。有个异人对他说：“你是想当百世诸侯，还是想当四世皇帝？”孙坚说想当皇帝，异人就指点了他。孙坚按照异人指出的地形埋葬了父亲。后来，孙坚的后代孙权至孙皓四世称帝。东汉人非常注重居住环境。《后汉书》提到的家居原则是：居有良田广宅，背山临流，沟池环撇，竹木周布，长府筑前，果园树后。这在后世都成为阳宅的基本理论。汉代是一个充斥禁忌的时代，有时日、方位、太岁、东西义宅、刑徒、上坟等各种禁忌。墓上装饰有辟邪用的石兽、镇墓纹。与风水活动频繁的同时，秦汉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有关风水的专著，如《堪舆金匮》《宫宅地形》《周公卜宅经》《图宅术》《大衍元基》《藏历》等等。这些都表明，秦汉时期风水术已经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形成过程，也可以称为风水学了。